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富二代回来继承家业，大刀阔斧搞改革，先拿我这个总工程师开刀，为了拒付我天价离职补偿，还设局给我挖坑，让我主动离职。报应来得很快，前公司产品爆雷时，我难过的多炫了2大碗米饭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叶青，你与我们公司文化不匹配，已经被辞退了，麻烦闲杂人等出去一下，我们要开会了。我看了看熬了几个通宵做出的产品升级方案，还要不要提交呢？我试图沟通，李总，我并没有接到任何的通知，而且我的话就是通知。OK， 李总毫不客气地说道。我难以置信地盯着李总，缓缓地说道：我在公司8年了，一直把公司当成家，你至少给我一个理由。理由我已经说过了，请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。OK， 李总不耐烦地再次打断，甚至在我还想说点什么的时候，直接呼叫了保安。深吸一口气，我收拾起准备了几个通宵的资料，愤怒地走出了会议室。然而这只是个开端，令人生气的还远不止于此。我的办公室里，几个人在利索地往外面搬东西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谁让你们动我东西？我又惊又怒。办公室里的资料都很重要，平时我都特别嘱咐，不许任何人动这些文本。我让的有什么问题？一个西装革履的小年轻举着杯咖啡从我的办公室里走出。我是新任工程师 Alan， 这里已经是我的办公室了，处理办公室的垃圾有什么问题？小年轻推了推金丝眼镜，一副居高临下的语气。我气笑了。垃圾？这里面可是有多年的产品维护日志，我管你有什么？跟我又没关系。我说是垃圾就是垃圾。阿文不耐烦地打断，接着走进办公室，把门狠狠地关上，只剩我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原地。我一阵心梗，前一秒我还在想着怎么说服李总把产品推倒，做次底层架构升级，下一秒我就被赶出自己办公室门外，好像条狗。这家公司是 SaaS 软件公司，我刚毕业就加入，至今已经8个年头，从10几人的小公司发展到现在700多人，成为行业中的前列企业。李总是大老板的儿子，在美国留学，今年刚回来接手。新官上任3把火，但没想到第1把火就烧到了我的头上。我给大老板打电话，无人接听，发了微信，未回。1分钟后，我看到了老板发布了在品茶的朋友圈，假装看不见我的信息。我的心彻底凉了下来。公司已经商量好一切，连新的总工程师都选好上任了，摆明了不给我留任何机会。看着相伴8年的公司，我深深叹了口气，算了，缘分已尽，没什么好说的。我安静地等待公司跟我谈交接及补偿事宜。半晌，例会结束，李总走出来，看到我的第一句话拉爆了我的血压。我怎么还没看到你的辞职报告？什么？不是公司把我裁掉吗？怎么成了我自己辞职？我没有辞职，是你把我开掉了。我在等着谈交接和补偿。我提醒他。李总闻言嗤笑了一声，还交接？想要赔偿金就直说，别说的这么好听。OK， 这么多年你在公司混吃等死，公司有没有亏待过你？白养了你这么多年，还缠着公司要赔偿金，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。我真是被气疯了。好一个颠倒黑白反客为主，明明是你无缘无故的开除我，现在反而成了我在无理取闹的讹赔偿金。你突然说要开除我，没问题，大家好聚好散，赔偿金是合情合理的事情，
怎么到你嘴里就成了不要脸了？我在公司8年时间，公司产品设计跟研发全是我一个人负责。我敢说我对公司的贡献比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要高。你说我混吃等死，请拿出证据来，不然你就是诬陷。我一字一句地反驳道。我和李总的争执引起了公司同事的围观。李总看到我不仅不服软，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公然顶撞他，脸色阴沉的要滴出水来，说我诬陷。你想要证据是吧？陈亮，出来！陈亮，我不信他会背刺我。陈亮是5年前我亲自招进来的下属，这5年里，我手把手地带他，将他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稚嫩小白变成可以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。他也一直以我的徒弟自居，天天师傅长师傅短的喊我。全公司都知道，跟我关系最好的就是他。陈亮应声走来，他清了清嗓子，开口说的话让我整颗心都沉到了谷底。我证明李总说的全是事实，叶青日常的报告全是我代写的，产品出现 bug 也是我天天加班到11、2点解决，而他什么都不干，只会催促我。每次解决后，他再装模作样的假装加班，然后领功劳。他不止一次在我面前诋毁李总，说李总搞形式主义，但在我看来，真正搞形式主义、混吃等死的人是他。看着振振有词的陈亮，我的心里感到一阵不真实。他人即地狱，没想到与我关系最好的人，竟然在这个时候背刺了我。日常报告是他主动提出帮我写的，他说不能让这些琐事分我的神。产品出现问题，也是他自告奋勇的要解决，但他技术不到家，经常顾头不顾腚，弄出更多 bug， 都是我跟着屁股后面收拾。至于形式主义这种话，我根本就没说过，是赤裸裸的污水。他是怎么能睁着眼睛说瞎话？李总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，都听到了吧？公司不养废物，10项点就赶紧离职，给自己留点体面。OK， 这时人群中的 Alan 也冒头出来，在胡搅蛮缠，别怪公司走法律程序了。25仔陈亮也在一旁嘀咕，倚老卖老，好好好。听着这几个人一唱一和，我气急反笑。你们想让我走没关系，但使出这样的手段传出去也不怕被别人笑话。赔偿金是我应得的，我绝不会退让半分。说完，不管李总那阴晴不定的脸色，我直接扭头走出了公司。回到家，我收到了很多同事的信息，有让我不要意气用事的，有站在我这边骂公司。一个私交还不错的同事告诉我，替代我的 Alan 是李总国外留学的同学，李总要搭建自己的班子，大量裁减老员工。25仔陈亮由于会舔，已经被任命为副总工程师了。看到这些消息，我无动于衷，只是坚定了要跟公司硬刚到底的想法。可是这个想法在晚上接到一个电话后松动了。我接到了 SP 公司 HR 的电话， HR 告诉我他们老板知道我离职的消息，立刻给 HR 打电话，邀请我过去出任总工程师，并且给出了2倍的高薪，但条件就是要尽快入职。老板真的很赏识你，给你开高薪不算，还特地让你免面试入职， offer 都给你准备好了，我发给您。听到 HR 的话，我感到受宠若惊。SP 可是我们这个行业里的领军企业，行业内所有的公司基本都在对标 SP 的管理方式和产品设计理念，可以说跳到 SP 是大部分行内人士的目标。我心里有些异动，可是一想到放弃赔偿金后李总他们得意的嘴脸，我就一阵郁闷。个人跟公司硬刚，吃亏的总归是个人。你和公司走法律程序，
搞下来至少好几个月。你有这个时间来我们公司上班，挣的钱都比赔偿金多了，何必呢？耽误了新的工作机会，影响的可是你以后的发展啊。HR 或许真的很想完成老板的嘱托，不竭余力地劝说着我，直到 HR 又抛出来一个信息，让我下定了决心。SP 有个与政府合作的项目，将采用最新底层架构进行全新开发，做成之后将是行业内的一次巨大改革，这对我们技术党来说有着莫大的吸引力。Alan 也在，本以为会受到无情的嘲笑，但是李总却面无表情，极其迅速签了字，唯恐慢一点我就会反悔。为了避免以后产生纠纷，我还特意询问了一下是否需要交接。李总似笑非笑地看着我。Alan 是常青藤毕业的双学位博士，在知名外企待了整整3年。你呢？我没记错的话，只是国内本科吧？你觉得有什么是你懂而 Alan 不懂的呢？好心当成驴肝肺。我望向 Alan， 他矜持地端着杯咖啡，不说话装高手，随便，不需要的话就请在交接单上签字，以后我就跟贵司没有关系了。Alan 很快就签了字，在我拿完所有文件，转身离开时，李总突然冒出来一句话：“祝你在新公司入职成功哟！”语气里充满了得意和讥讽。我心里一惊，他怎么知道我入职的事情？走出公司，我立刻给 HR 打电话，没人接。微信上询问入职时间，也没人回。我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直到晚上，我再次给 HR 打电话时，发现根本打不通，而微信也直接被拉黑。回想起白天李总那讥讽的语气，我意识到自己可能上当了。给我打电话的 HR 100%跟李总是一伙人，目的就是骗我离职。我为自己的愚蠢感到懊恼，但我绝不会就这么算了。现在再去找李总只会遭受更大的屈辱，因为我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。但是这个 HR 一定是 SP 内部的人，给我发 offer 的邮箱是 SP 的制式邮箱，外人使用不了，不然我也不会这么轻易相信。行，不接电话是吧？我拿着你伪造的 offer 直接去入职，看你怎么办。第二天我到了 SP 公司总部，直接跟前台说办理入职。在前台的引领下，我在没人的会议室等待人力部门的人过来。还没等到，就见一堆人火急火燎地带着笔记本冲了会议室。他们没让我出去，我就继续安心坐着看他们忙碌。原来是产品出现了 bug， 客户的登录界面一片空白，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。起初只是1-2个客户，现在已经蔓延到10几个，看着他们像是热锅上的蚂蚁，急得抓耳挠腮。我好心的提醒，这个 bug 核心原因是底层架构不支持，要么修改底层架构，一改到底，要么先打补丁包，保证客户那边正常运行。我建议，我一开口，他们像找到主心骨一般，七嘴八舌地把我围了起来。我也耐心地对他们的问题一一解答。由于太过专注，我没注意到会议室里又进来了几个人。在事情告一段落后，一个中年男子满脸欣赏，询问我为何对这些如此熟悉，是哪个部门的。闻言我苦笑了一下，能不熟悉吗？这些产品的 bug 及升级方向，我已经推演了不知道多少个通宵，并且形成了具体的解决方案。但就在准备汇报的那天，被公司扫地出门了而已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贵司的人，我歉意地说道。面对中年男子讶异的神情，我将来的目的一一说明。竟然有这种事！中年男子对我的经历也感到稀奇，跟我攀谈了起来。我们聊了整整2个小时，
当然大部分都是关于产品的设计走向。我能感觉到，随着讨论的进行，中年男子脸上的满意之色愈发浓郁。非常好，你现在就可以办理入职了。可是我的 offer 是别人伪造给我的。我愣了一下，连忙说道。中年男人笑了笑，刚才是伪造的，现在不是了，待遇不变，只是职位不是总工程师，是副的。毕竟我暂时还没有退位的想法。我这时才恍然大悟，身前的中年男子竟然是 SP 的总工程师，业内知名大牛徐正。我最近抽不开身来，你这段时间就帮我负责产品底层架构迁移的事情吧。是政府项目吗？我脱口而出。徐正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。这个项目还处于保密阶段。你怎么知道？是那个骗我的HR告诉我的。我也只知道有这个项目。我慌忙解释道。他也没权限知道，看来里面的猫腻不小。等我抽出时间来，非要清理下这些害群之马。就这样，我稀里糊涂地入职了 SP。 李总万万没有想到，他给我设的局竟然成了我进入 SP 的契机。等他知道这一切，脸色肯定很精彩。入职后，给我假装发 offer 的人也找到了，叫 Alex， 在休假，根本不在公司。只能说运气好，否则我现在还是只被戏耍的猴。所以这个事儿不会就这么算了。但我一点都不着急，李总一定会来求我。前公司最开始起步时，为了抢占市场，根本没时间去考虑清楚产品的方向，只能用市场去验证产品，边做边修。刚开始客户体量小，需求简单，产品还能满足。现在的客户基数大，需求五花八门，产品功能经过层层迭代，已经臃肿的不成样子，bug更是随处可见。再这样下去，只会面临全线崩溃。我早早地做了预案，熬了多少个通宵，将整个产品的升级方案做了出来。只可惜没有用上，也不算没用上，只是没用在前公司上。入职 SP 后，我很快投入了工作。方案在我心里已经演练过很多遍，所以产品的升级进行得很顺利。确定框架、底层架构迁移、功能迭代，一件件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。徐正也不止一次在公司管理例会上表达对我的赞扬。我想到前公司的产品会爆雷，但我没想到来得这么快。在我离职后的1个星期，我接到了陈亮的电话，本来不想理，但他夺命连 call 让我烦不胜烦。我这边出了几个 bug， 一直没修好，你能不能帮忙看下？陈亮一开口就毫不客气地说道。啊，我不会呀。我一边往嘴里塞着饭，一边漫不经心地回道。你怎么可能不会？这几个 bug 以前出现过，我看着你处理过的。陈亮有点急了，你记错了，都是你处理的，我只是装模作样等你做完，然后领功劳而已。这不是你说的吗？偶像，你……陈亮一阵语塞。师傅，别开玩笑了，好几个客户已经打不开系统网页了。哦，打不开了网页，那很严重啊。现在只是打不开网页，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，后面就是数据丢失，到时候客户非要投诉死你，后面会雪崩式发展，出现问题的群体会越来越多，到时候就难收拾了。所以我放下筷子，帮他分析了一下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怎么处理？陈亮着急地问道。所以关我屁事。我直接挂了电话，顺便再把陈亮的手机微信全拉黑。憋到现在的郁气终于散了一些，美滋滋的继续干饭。今天的米饭真是格外的香啊！行业内的圈子很小，哪一家企业出了什么事儿，很快就会流传出来。
第二天我就听到 SP 的同事在讨论，前公司的系统出现 bug 后，强行上了补丁，恢复了半天的正常。今天一早又崩了，而且更严重，有超过 30% 的客户开始打不开网页端。这时有个陌生人加我微信，看了下头像不认识，通过之后的第一句：你的产品维护日志怎么到现在都没交接给我？我翻了下朋友圈，发现是 Alan， 说什么屁话呢？交接清单你没签字啊？我毫不客气地回道：我签字是对你的信任，作为技术人员，离职时交接产品维护日志是最基本的职业素质。谁知道你竟然带走了？信任？呵呵，是信任还是着急赶我走？是信任还是装逼？当我好心提醒要不要交接时，是哪个傻逼在那边不说话装高手？不好意思，我没带走，好像丢掉了。丢了？哪个废物丢的？我告诉你，正是因为你丢了日志，我解决不了吧？现在公司都乱成一锅粥了，这次公司的损失你要负很大责任。我都被他的话气笑了，干啥不行，甩锅倒是第一名。你说的对，丢他的人确实是个废物。我当时想阻拦来着，奈何他不允许。我不擅长与废物打交道，所以这个人是谁我不说，但你应该知道吧？对面久久没有回消息，不知道是去垃圾桶里翻找维护日志，还是去找李总甩锅去了。他找我根本就是不寻求解决方法的，只是想找个甩锅的理由而已。呵呵，有这样的人接手前公司的产品设计，那我心里可放心多了。有时候产品就是个积木，虽然很多 bug， 但是能运行。可当你触动其中某一个环节时，就可能出现全面的崩塌。第3天，前公司的系统已经开始全面崩盘，涉及到的客户超过了 50%， 他们的客服热线估计都要被打爆了。更有激动的客户已经发了律师函。李总终于忍不住给我打了电话：叶青，你怎么搞的？说你划水你还跟我较劲，你看看你做的产品一塌糊涂。我告诉你，这次的事情要是得不到圆满解决，我可要追究你的法律责任的。饶是我已经感受过李总的无耻，但还是被他这副兴师问罪的样子给震撼到了。你神经病吧？我在职期间哪一次出现过这么严重的事故？明明只是一个小 bug， 却演变成现在这个局面。你们这群人脖子上顶的都是猪脑袋吗？竟然还能怪到一个离职，不是，是被你们赶走的员工头上。你有本事就再无耻一点！我一毫面子都没给的说道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真是气死人！本来还想着，如果他认错态度好，我就考虑指点一下，毕竟产品是我设计的，我也不想弄得太难看。结果上来给我弄这出，得了，爱怎么样怎样。电话接着响了起来，我挂断又响，我无奈接通了电话，看看他还能说些什么。喂，叶青啊，你既然说这是个小 bug， 那你肯定会修复了。被我骂了一顿，李总的语调明显降了下来，但还是有些咄咄逼人。会，所以呢？我没好气地说道。那你赶紧修啊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摆谱呢？李总气急败坏，不好意思，你爸是？我突然压低了声音询问道。啊？李总一愣，我父亲是李渊啊。不是，我父亲是谁？你不知道吗？装什么傻呢？哦，我长舒一口气，讥讽地说道，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是我呢。既然我不是你爹，又不是贵司的员工，那你告诉我，我凭什么帮你修？你是哪根葱？你被我一阵乱对，李总的火气搁着手机都能感受得到，但他也知道现在有求于我，只能憋着。
行了，叶青，现在经济下行，你肯定还没找到工作吧？我答应你，只要你帮助公司度过这次的难关，让你回来上班，怎么样？李总一副施舍我的口吻，抛出了他自以为很诱人的条件。我在电话这头笑了笑，不好意思，我已经入职 SP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那个 offer 是假的，对吧？哎呀，说起来还得谢谢李总设局，一不小心，弄假成真了。我现在是 SP 新任副总工程师，不好意思，我工作挺忙的，挂了。李总那边还在叫嚣着，不可能，你肯定是假装的。然而我已经没有闲心再跟他扯淡，直接挂掉了电话。之后李总发了很多的消息，叶青，你回来我给你加工资，加10%，怎么样？我一条没回。这样吧，只要你能解决问题，我把之前补偿金都补给你，行了吧？呵呵，他以为他的条件很优渥，很诱惑人，哪个干部经受不住这样的诱惑？我当看不见。最后，李总恼羞成怒地发来一段话：你是不是以为进 SP 我就拿你没办法了？你现在赶紧把产品问题解决掉，否则我有的是法子整你。我漫不经心地打了一行字：行啊，也等着。接着连同手机号直接拉黑。接下来一段时间里，我全身心投入到 SP 产品升级工作中，没有再理会前公司事件的发展，只是听 SP 的同事说，前公司因为这次产品事故损失了一半的客户，最要命的是新市场的开拓也因此受阻，新一轮融资失败了，公司发展岌岌可危。毕竟是老东家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当天难过的干了2大碗米饭。经过我加班加点的努力， SP 产品有惊无险地完成了底层框架迁移，彻底杜绝了前公司系统的隐患。这天，徐正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，这次产品迁移工作多亏有你，我没看错人。经过 X 项目组的研究讨论，正式邀请你加入，我满心喜悦。X 项目是政府牵头的重磅项目，能够加入本身就是个人实力的证明，能够拥有这样重大项目的经验，对我的职业前景将是巨大的助推器。然而，就在我刚加入 X 项目时，又发生了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情。SB 公司的内部论坛上突然出现了一篇帖子，上面列举了我在老东家的种种劣迹，说我在公司利用职权打压下属，没有职业道德，被公司遣退后恶意报复，拒不交接，带走公司重要资料，一手造就了前公司的事故。前公司领导和同事不计前嫌，苦苦哀求我将公司资料归还，而我态度恶劣，拒不合作，还对前公司领导和同事口出恶言。难为他还辟了我和李总的微信聊天记录，顶着我头像的对话框，含妈量极高，完全不符合我的用词习惯。帖子的最后，发帖人痛心疾首地问：此种人品真的有资格入职 SP 吗？帖子是匿名的，底下不少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纷纷跟帖：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啊？与这种人同事，真的不会提心吊胆吗？他是怎么入职 SP 的？ HR 部门不做背调的吗？赶紧啊，徐总，不能让这种鼠辈带坏我们公司的风气。我用脚趾头想，都知道是李总干的好事，毕竟他在 SP， 可还有个爪牙 Alex 呢。我从入职 SP 之后，就投入到了产品迁移工作中，一直没理会这个当初给我发假 offer 的小丑，本来就快要忘掉他了，偏偏要跳出来闹事。我没有在帖子上反驳，而是直接找了徐正，将所有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，并拿出了交接清单以及微信聊天的截图和通话录音。
证明论坛上的帖子完全是歪曲事实，有人恶意造谣抹黑。我诚恳地说，徐总，我是您招进来的，如果不澄清事实，那就真的太对不住您了。还有一点，我十分怀疑咱们 SP 内部出贼了，您还记得吧？我第一次见您时提到过的政府项目，您说当时还在保密阶段，徐正很重视，直接叫来 IT 负责人，将帖子的发布人找到，果然就是 Alex。我与他当面对质， Alex 起初还挺委屈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只是没经过考证就发帖，的确欠缺考虑，但我出发点也是为了公司利益嘛。徐总，这事儿我检讨，给叶副总道歉，他大概觉得自己认错态度积极，也没什么大事，所以表现得相当轻松。直到徐正问，你是怎么知道 X 项目的？他的脸色骤然变了，心虚的左看右看，还是硬着头皮说，什么 X 项目？我不知道啊。可他不知道，他跟我打电话，我都保留了录音，当场播放给他听了一遍，问，你总不能说有人偷了你的手机，还冒充你的声音给我打的这通电话吧？作为技术大佬，想鉴别录音真伪易如反掌，找他之前，徐正就让人做过鉴别了。 Alex 嘴唇哆嗦着，还想抵赖，徐正摆摆手，拒绝了听他狡辩。你不用说了，公司会派调查组彻查的，希望你经得起考验。泄露公司机密，尤其还涉及政府保密项目，你想想后果吧。 Alex 瘫在椅子上，像失去了梦想的咸鱼。面对牢狱之灾，他终于肯说实话了，将这些年自己如何利用职务之便打听公司机密，再出卖给对家公司换取利益的事情一一交代了，同时也承认了自己是受李总的指使，给我发假 offer， 再匿名发帖造谣，意图将我赶出公司的事实。他的帖子取消了匿名，很快又上传了一段道歉视频，承认自己造谣，并且对我郑重道歉。徐正也第一时间在帖子的下面留言，公布公司对我的调查结果，并对我进入 SP 后的工作大加赞赏。之前误信谣言的同事纷纷站出来谴责造谣者，并对我表示同情和歉意。同为打工人，得知我被前公司卸磨杀驴、赶尽杀绝，惺惺相惜之情油然而生，我反而因祸得福，成了公司的风云人物，各部门都有了我的熟人，工作开展得更顺利了。我只能含泪再次感谢李总。Alex 事件过去后，我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关注公众号胡巴士 X 项目中。在我和徐正的不懈努力下，项目从立项评估到方案定型，都是一路畅通，顺利地进入到实施环节。政府希望项目的实施由 SP 牵头，再增加2家企业共同实施。SP 没有异议，这么大的项目 SP 独自实施，需要投入海量的资源，风险也很大。我因为在项目推进过程中表现出色，被推选为公开招募 X 项目合作公司的主评审，拥有1票否决权。也就是说，我这边否掉的公司将直接失去入场资格。招募令公开发布后，行业内各大公司都沸腾了，毕竟是国家级工程，对企业的发展意义之重大，无需多言。一个个削尖了脑袋都想往里面钻。这时，我接到了许久没露面的前公司老总李渊的电话，我答应了他一起吃个便饭。在餐厅里，我们面对面坐着，可以看出李渊很用心，菜都是按我口味点的，毕竟是一起奋斗过8年的老战友，这点了解还是有的。我也清楚李渊请我吃饭的目的。自从上次事故后，前公司名声一跌再跌，老客户流失，
新客户签不到，新产品研发没有资金支撑，都烂尾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恐怕要宣布破产了。X 项目是他们的救命稻草，如果拿下了，之前的烂账一笔勾销不说，公司还能更上一个台阶。叶老弟呀，前2天见了几个公司元老，大家都很想你呀。一块儿吃饭的时候，就忍不住想起当初公司刚起步的时候，那会儿多难啊，差点房租都交不起，但还是让我们杀出来了。这其中你的功劳，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。李渊还是圆滑，上来就打感情牌。以前我最吃这一套，每次他说这些话时，我都恨不得给公司卖命。可惜物是人非，经过了这一切后，我已经不再是当初的我了。我只是笑笑不接话，他只好自己往下硬接。叶老弟，公司现在有困难，你肯定不会袖手旁观的，对吧？你这个人向来重情重义，我是最清楚的。我叹了一口气，重情义的人容易吃亏呀。李总，你今天来找我，不只是想跟我叙旧吧？他呵呵干笑着，给我端了一杯酒。叶老弟，这不是听说项目在公开招标吗？我们公司的实力你是知道的，到时候还得请你多帮忙啊。面对虚伪的人，我也懒得跟他浪费口水，只是不咸不淡地回了一句：李总放心，我会尽职尽责的评估，既不会因为个人原因打压，也不会失之偏颇。经过在 SP 工作的锻炼，我已经放平心态，该撒的气撒了，也没心思跟他们继续纠缠。不是我圣母不计较，而是人要往前看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。李渊听出了我的意思，可是他怎么能放弃这次翻身的机会呢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是一点都没变，还是那么小孩子气。李渊一副很了解我的样子，扬怒道：之前的不愉快我也是刚听说，这小子年轻气盛，做事欠缺考虑，我也狠狠教训他了。我俩多年的交情，总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就伤了和气啊。你现在有了更好的前途，也算因祸得福嘛，哈哈。现在我已经重新执掌公司，你想回来随时回来，我跟你担保，一切都跟以前一样。李渊拍着胸脯说道。纵使我放平了心态，听到李渊的这些话，还是差点心梗。和气，在你眼里，我经历的这一切，只是会伤到和气吗？你说你不知情，你怎么会不知情呢？当初我可是给你打电话不接，给你发微信不回的呀，跟我这装什么逼呢？我是老实，不是傻叉。我站起来端了一杯酒，仰头干了，空酒杯放在桌上。那我就谢谢李公子，祝我事业更上一层楼了。谢谢李老板的晚餐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说完就想离开，李渊看到我不给他面子，脸色瞬间难看了下来。他慌忙拉住我的胳膊，沉着脸说道：我们共事那么多年，你真的一点面子都不给我吗？我已经替我儿子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啊？让老哥给你跪下不成？我不留痕迹地甩开他的手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面子不是给的，是要靠自己挣的。当初我被赶走的时候，给您打电话发信息，您都置之不理，那会儿您怎么不念旧情啊？道歉就不必了，我也受不起。您要是想参加竞标，就按程序走，我言尽于此，告辞。说完，我大步走出餐厅，后面传来李渊阴沉的声音：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冤家多堵墙。呵呵，真是父子俩，都是一样的套路，一点新意都没有。企业评估正常进行，我知道前公司落魄了，但我没想到内部会烂到这种地步。在评估时发现，他们的产品已经被改得一塌糊涂，稳定性和兼容性甚至不如一些刚刚成立的小厂，抄袭痕迹还相当明显，别人都在赶着趟的进步，
他们反而倒退了5年。而在面试他们的产品人员时，稍微专业点的问题都回答不上来，更别说对于参与实施 X 项目的规划了。最终的评估分数出来，满分100，前公司只有可怜的37分。我看着评估报告，连连摇头，毅然决然地排除了错误选项。唯一替他们庆幸的是，评估报告并不公开，他们还可以苟延残喘一点时间。花了1个月时间，企业资质评估的工作完毕。按照程序，我将所有的企业评估报告拿给徐正过目。徐正在看到我的老东家低得离谱的分数时，眉毛一挑，笑着问我：“老实说，这个分数有没有私心？”“有，毕竟是老东家。”我酌情多给加了3分。徐正一愣，接着哈哈大笑起来。最终入围 X 项目实施的是另外2家规模不如前公司的企业，但作为后起之秀，无论是产品还是人员素质，现在都碾压前公司。招标完成后，我的工作告一段落，本以为会就此与李渊父子与前公司再也没了交集，可事实是，内心龌龊的人看别人都是肮脏的。李渊给我打电话时，我在徐正的办公室讨论工作，看到是他的电话，我对着徐正无奈一笑，打开了免提：“叶青，你怎么回事？”一接通电话，李渊气势汹汹的声音就传了出来：“你不念旧情，不帮忙就算了，我就当认错了人。可是你竟然表面一套背地一套，别的公司至少都是60分。却只给了我们公司40分，你敢说这不是公报私仇？”李渊连珠炮似的说了一大堆，兴师问罪的语气听得徐正都一阵皱眉。企业评估报告不公开是上面决定的，也是为了个企业着想。至于贵公司的分数吗？我的确出于私心，我本想解释的，但他没等我话说完就开喷了。哼！别拿规定当挡箭牌，你不敢公开，是怕被别人看出来作假吧？爸，他都承认了，你还跟他这么多废话干什么？在我们公司评分上做手脚，这次竞标肯定有黑幕，我们直接告到政府去，贪污受贿可是要坐牢的。听到小李总嚣张的声音，我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，失去了沟通的耐心。感受到我这边一阵沉默，李渊还以为我心虚怕了他，又一副得意的语气说道：“没话说了，哼，你放心，你不忍我不会不义。不要说哥哥不给你路走，只要你诚心悔过，我还是愿意给你一次机会的。”我冷笑了一下问道：“哦，我要怎么诚心悔过？你又打算给我什么机会？”“首先，你要公开向我们公司道歉，承认你滥用职权，恶意抹黑，然后把我们公司安排进 X 项目的实施团队里。如果你做到了，那咱们的新账旧账一笔勾销；如果你做不到，那明天有关部门就会收到举报信和今天的通话录音。你只有今天一晚上的考虑时间，希望你学聪明点。”说完，便一副狠狠拿捏住我的架势，挂断了电话。李渊嚣张的样子让我气得手发抖，差点没拿住手机。我只想立刻打回去，告诉他真实的情况，然后狠狠地骂他一顿。就在我回拨的时候，徐正突然伸出手来，按住了我的手机。在我疑惑的眼中，徐正起身把门关紧，然后递给我一支烟。“你知道为什么他们敢这么嚣张吗？”徐正问我。我摇了摇头：“是你太纵容他们了，让他们觉得你好欺负啊。李氏父子也好， Alex 也好，甚至你那个徒弟也好，他们都曾欺负过你，可还手了吗？”徐正的话让我愣住了。我回想起整件事情，发现自己除了骂了2句过了过嘴瘾之外，确实什么都没做。如果我是你，
在他们产品第一次崩溃的时候，我就会答应去帮忙，然后在修补 bug 时候彻底把系统搞瘫痪。我还要让他知道是我搞的鬼，但却没有任何的证据。系统瘫了，关我什么事儿？我只是过来帮忙的，又不是员工。别人欺负你，一定要想办法打回去，打得他疼，打得他后悔，打得他有心理阴影才行。以后见到你就躲着走，你还会受欺负吗？你明白了吗？听完徐正说完这么一番的话，我的眼神由最开始的疑惑到赞同到坚定。人们常常把骨子里的软弱当成素质，反而助长了恶人的气焰。柿子都挑软的捏，麻绳专找细处断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心慈手软。第二天，我接到了李渊的电话，我给他的回复是：你去举报我呀，我就是改分数了，怎么了吗？说完就挂掉电话，然后拉黑。没错，我就是故意激怒他，让他去闹，闹得越大越好，越难以收场越好。后面几天我开始销声匿迹，李渊父子没有让我失望，他们不仅举报了，还找了几家媒体接受了采访，将我以权谋私、收取贿赂、干预政府项目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。等到事情不可收拾的时候，我才公开起诉他们诽谤。虽然不至于让二人坐牢，但将事件推上了舆论高峰。政府监管部门开了论证会，很多媒体现场报道，徐正作证，我确实给了前公司3分同情分，原本他们公司只有37分，因为不影响最后定标结果，所以他也没反对。评分过程是评审小组共同决定的，过程公正透明，可查可考，不存在徇私舞弊的可能性。举报不实是竞标失败公司的恶意造谣，调查结果经由媒体公开报道。我顺便向劳动保障部门申请了对前公司拒付离职补偿的仲裁，两件事并发。前公司被骂上了个平台热搜，黑心资本家又被拉出来鞭笞，打工人们纷纷喊着将李家父子挂上路灯。仲裁结果也很快下来，前公司必须如数支付 N+1的离职补偿金。在这风口浪尖，李家父子也不敢不给，乖乖把钱打进了我的账户。这件事的热度还在发酵，老东家又被税务部门盯上了，公司财务人员实名举报他们偷税漏税，自媒体也没放过我的前同事们，边边角角的黑料统统挖出来，在网上公开处刑。陈亮作为我的好徒弟，成了知名插刀教成员，被 HR 圈子拉黑，现在失业在家。Alex 被控告泄露公司机密，情节严重，已经被刑拘了，即将面临牢狱之灾。前公司没有顶得住这一场风波，没多久就宣布倒闭了。听说李渊父子还背了一身债，还不起，成了老赖。我在新公司发展得越来越好，大企业的平台也给我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，让我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优势。总之，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